下跌之后，仓位该如何调整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这2张多单呢，目前利润距离巅峰的时候呢，已经下跌了有将近100万台币左右，所以现在只剩下大概300出头一点点的利润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利润还可以的话，你也想试试看交易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走。那我们来看到比特币，这个是年线，也就是1年的这有根 K 线。那其实我们就是把比特币4年一轮的周期呢，然后把它简化成只有4根 K 线。你可以发现啊，基本上它是连续3根的阳线之后呢，然后接一根阴线，连续3根的阳线之后，然后接一根阴线。基本上我们在过往的走势都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们未来3年呢，基本上也会是3根的阳线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那问题就是出在这3根阳线它的长短是怎么分布的。我认为，其实涨幅呢，或者说它涨的时间点呢，它所在的位置，这个是比较没有争议的。争议的就是它创出比较大的涨幅会在什么时候。那我们可以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在熊市结束后1年的这段时间呢，其实也就是我们在走小牛的时候，这段时间这1年里面呢，我们的涨幅，我们可以跟前面的阴线，就是熊市的时候下跌的那1年去做比较。你可以看到，基本上我们在这一轮呢，也就是当时是2014年的熊市的这一轮呢，我们的走势，它的 K 线的实体长度呢，跟我们阴线呢是有蛮大的差距的，它并没有把整个给包裹起来，它只有长得非常非常小的距离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在2019年的小牛的时候呢，它的涨幅，至少实体部分有到阴线的1半。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今年哦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，我的今年的意思是2023哦，因为我们已经快跨年了。2023年呢，你可以观察到我们阳线它的实体部分呢，就快要把我们前一个阴线给完全包裹起来了。那这可以代表我们这一年的涨势呢，比前面的小牛的涨势啊要来的更多，或者是说我们的分布，因为基本上都是3根阳线，这没问题哦。我认为我们这次牛市呢，这3根阳线啊，年线的阳线呢，它的分布会跟以往的不太一样，也就是我们在熊市过后的第1年，小牛的这一年呢，它的其实就已经累积了很多的涨势了，会这里已经把很多的涨幅呢，都画在这个地方。那后面可能就会相较于前面就没有那么多，也就是把我们后面2年的涨幅呢，移一点到前面来了。所以我认为在我们这一次的小牛当中呢，一定是要好好把握的，一定要好好把握的，因为其实牛市呢，就是只有4年一轮，4年只有一轮，谁也等不起。尤其我们这一次呢，又跟比特币现货 ETF 的利多是绑在一起的。那为什么比特币现货 ETF 的利多这么重要呢？除了总体经济上，如果有 ETF 的话，那么传统金融的这些资金就很容易进到比特币投资市场来。像比如说，这些40-50岁、50-60岁的人，真正有点钱的人呢，他们通常是比较不会接受在交易所买比特币这种事情的。通常，那如果他们要投资的话，就会有很大的门槛。那如果有 ETF 的话，他们要跨入这个领域就会方便很多。那我们可以看到。黄金为什么拿比特币跟黄金比较？其实它们2个是非常相像，就是总数相同嘛。至少在地球上的黄金的存量是固定的。那比特币其实也是，就是2100万颗而已。所以比特币跟黄金呢都有很相似的地方。那黄金它其实也就是在2004年的11月4号，我们把这天给明确的标示出来，在这天2004年的4月11号，11月4号的这一天呢，通过了黄金的现货 ETF， 也就是你以后不用直接去买黄金，你也可以投资黄金，因为买黄金其实很麻烦然后又大又重，然后你拿着又怕被偷又怕被抢。那如果你是买 ETF 的话，有人帮你保管，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对黄金投资了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黄金的交易已经非常久了，基本上呢，从1971年到现在，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了。那你可以观察到，其实我们在这历史的图表当中呢，涨势最强的就是市场已经开始成熟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它其实还是很动荡。当时2战才结束20年，还是很动荡。那
我们看到后面呢，市场比较成熟的阶段呢，到了什么时候黄金的涨势是最猛的？其实就是在黄金的现货 ETF 通过的前后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段的走势当中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是月线，那它的周期其实就比比特币要来的大得多很多很多很多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 ETF 通过之前的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开始涨啊，等于说这一段涨幅呢，它是黄金最值得把握的涨幅。那其实我们比特币呢，现在就在这波涨势当中啊，因为在开始涨之前呢，其实在这一段呢，一定会有风声有消息。那先涨了一小段之后呢，然后等到 ETF 真的通过了，那真的有很多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进来黄金之后，哇，黄金就开始像搭上了火箭一样，从当时通过的时候呢，只有400多块，一直涨到将近$2000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其实也都没有打破我们$2000的高点，都还在$2000左右徘徊。那其实我们比特币呢，我认为即将就迎来这样的涨幅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期待。那其实最新消息呢，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嘛，方舟投资它的申请的比特币现货 ETF 呢，会在1月10号，最晚它的 deadline 就在1月10号就会公布了。那这个消息呢，最后会不会通过呢？发布的时间点会落在1月5号到1月10号。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快到这个时间点了，只剩下没几天，一个礼拜多一点点而已，就是个位数的天数，只剩下几天而已，我们就即将迎来这个很重大的消息，所以这个是大家必须得小心的。这个接下来的时间点绝对会非常非常关键，有可能这个关键并不是说4年一轮的很关键，而是比特币现货 ETF 啊，它通过或者说这个消息呢，就只有这一次，就比特币这个产品这个标的就只会有这一次。就跟黄金一样，你说黄金它原本可能在复刻2004年11月4号当时通过前后所带来的行情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现货 ETF 通过只会有这么一次。那我们现在再回到比特币吧，比特币现在呢，我认为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风险，因为呢，我们即使经历过了下跌，我们的资金费率一样是很高的，而且我们高呢，并不是只有高一个时段，并不是只有高一个交易所，而是很多个交易所，包括主流的币安、Bybit、OK。然后也经历过了很多个时段啊，至少我们在上礼拜呢，很多天啊，4-5天呢，都是呈现资金汇率很高，而且它通过了这种短期的比较窄的这种下跌，可能$2000的下跌呢，它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庄家很有可能呢就会打出一个更深的距离，然后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得小心的，尤其你可以看到在日线上呢，我们如果打开 VPVR。你可以发现我们看到右边的筹码分布，它中间是有一个缺口的。那这个缺口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守住4万的话，然后到了这个缺口，我们很有可能就会跌得非常的快速。那这绝对是我们要相当小心的。那其实我们的话还是雷同的，跟我们在前支影片，甚至我们在直播的时候讲的也是雷同的。就如果你的多单，看你对这个多头趋势看好的程度怎么样，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一波会有一个很好的行情的话，你觉得自己还会再往上，那就看价位。如果你是在4万的上方所开的多单，那其实就相当的危险了。但如果是在3万8的下方才开的单子呢，我认为就会比较安全一点，因为3万8它确实在回落的时候也一定会形成一个支撑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仔细观察一下4万能不能撑住，因为目前看起来呢，透过这样的下跌啊，我们从最高点44000多，然后到现在呢$2000、$2000多的下跌呢，看起来是没有解决问题的，没有解决杠杆的问题，或者说看多情绪的问题，这个是没有被解决。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4小时。4小时的话，现在已经走成了一个收敛的三角，对，没错啊，收敛的三角。我认为这个收敛的三角它还是在的，那也有可能呢，如果我们这个三角被跌破的话，那就会是这波轻杠杆的开始，绝对有这种可能。所以这个三角呢，在收敛了，已经逐渐收窄了，这个是大家必须得小心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对了，现在 Big Get 有新活动，就是你只要15U你只要 KYC， 就只要 KYC 就好，不用交易 ，KYC 就好。你就可以获得$15的现金，然后你可以直接提币走，没问题。好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